全没有人了，还说是 Golden Week， 还以为很多人。这个是平户城 Hirado 的天守阁，我们上去看看。今天来到平户，当然要提起这位重要的人物 Saint Francis of Xavier。 他本身呢，他是属于一个西班牙的天主教神父，他当年来这里传福音，撒下了福音的种子，曾经在 Hirado 也为100多个人来洗礼。那个时候日本政府呢是非常的排斥西洋文化的，但是开始有跟荷兰跟葡萄牙有一些生意的来往，就对于西方的文化呢又渐渐起了兴趣，所以他来这里开始和别人说起圣经，种下了这个种子，然后把福音慢慢渐渐的传到全日本去。这位宣教士不只去过日本，他也去过印度，也去过东南亚很多的国家。刚才我去了这边，现在呢过来这个 Eternal Light。 这个平户荷兰的商馆的确是蛮有意思的，在这个商馆当中呢，就可以看得出日本政府开始开放的时候呢，是以生意为这个目标。荷兰跟葡萄牙借着这个机会，让日本人呢开始来接触到圣经的教导。这个是什么呢？你可以猜得到吗？这个呢是一个洗脚的泡温泉。在日本泡温泉是要付费进去的，但是呢泡脚呢就不需要。我也来这里轻松一下。这个像呢是这个 Saint Francis Xavier， 接下来这个像却是这边最有名的一个将军。他们好像把西方文化还有他们自己的日本的文化的雕像都放在这里。这是个很有意义的。这是个纪念碑呢，就是来纪念当时为了信仰而失去生命的一些的信徒。可想而知当年为了要逃避这个信仰的逼迫来到这个很偏远的地方。请大家呢也看我第1集在拍Nagasaki这些圣徒被逼迫的一个历史，
现在来到这个 Hirato 是第二段历史啊，还有很多教会、很多的教徒，他们在逃避政府的逼迫所带来的一些的建筑物一些的纪念碑。一边呢是天主教的坟墓，一边呢是他们传统佛教的坟墓，真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。现在呢，我要继续我的旅程，去探索世界遗产。这些教会都是从2018年开始，有12个很有名的教会被列为世界遗产。这次呢，时间不够，只能够看一个而已，就是塔比拉天主堂。它是在1918年所建立，跟逼迫基督徒非常的有关，而且这些都是他的后代继续在这里敬拜上帝。这座教堂的特色呢，就是它是用红砖所做成，而里面呢是3层楼这么高，里面有很多的画像跟雕刻，都是从德国和意大利而来的，但是里面是不允许拍摄的，如果你要来的话，要特别去预约才可以。我们来看一下外面这边，非常美丽的教会。教会的旁边是个很大的坟墓区。因为呢，现在全部都是变成世界遗产，所以呢，如果没有预约的话，就不可以来，因为他们希望能够保存。这个烧贝壳的地方很有趣，他们把贝壳呢当成是一个燃烧品，在晚上的时候呢，可以用来取暖，也可以当成一个灯火，可以看到远方。今天还没有结束之前呢，我要去一个最美的地方，就是能够在一个高处的瞭望台看到99个岛。我在途中认识了一位旅行家，他说呢，他曾经去过50个国家以上，也曾经看过很多的观望台和高山。他说这个呢，他要说排第一，真的是很美。你呢？你赞成吗？这99岛是不是真的很美呢？这边太美了，有人写了这首歌，我也想听一下这首歌是怎么样的。谢谢你收看我的生活频道。我还有其他的影集，曾去过北海道，在日本体验做1日的神学生，去过九州、长崎、台北、台湾、东京、沙巴、四国，甚至还住在日本人牧师家，有12个孩子，
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请不要错过，请点击以下所推荐的节目。拜拜，我们下次见。